自从 Zeta 高达开了个头之后，让高达变形为飞机，就成了高达设计时的安全球。在这个热门赛道上，前有精通死灵召唤的西瓜兵，后有面对驾驶员留下血泪的飞翼。那么作为掌握核心技术的高达开发商，天人自然也要来凑凑热闹。于是 GN003 主天使高达便就此诞生了。主天使的前身是第二世代高达战车女神，因此自然也延续了其理念，成为了正式具备变形系统的机体。战车女神的重点在探索变形机构的可能性，因此看起来相当笨拙，甚至很难被当成 MS。主天使的变形机构和机体规格都有着极高水准的完成度。在00系列的世界观下，在动画故事开始的时间点上，地球上各大势力的 MS 即便拥有利于飞行的姿态，也依然需要在出击时进行选择，在战斗中基本是无法改变形态的。在这种现状下，可以视情况立刻进行形态切换的主天使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因此主天使的擅长领域非常显而易见，那就是一击脱离的突袭作战，再加上这令人熟悉的变形结构，总是难免让我想起一位故人。而在实际故事当中，主天使虽然算不上完美继承这位故人的惨烈霉运，但也确实有着不小的烦恼。另外，如果从下方观察主天使的飞行形态，可以明显看到一张硕大的高达脸裸露在外。虽然这怎么看都像是设定上的穿帮，但在设定上这其实是有意为之，是为了向全世界宣布高达的存在而故意这么设计的。这点也与是不是 MS 都要让人研究上半天的战车女神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插一句题外话，虽然00系列机体众多，不过假如只以个人审美来说的话，其实第三世代高达中造型上最符合我喜好的大概就是主天使了。武器配置方面，主天使的武装自然都要适配其高速机动作战风格。首先，作为主武器的基恩光束冲锋枪，考虑到高速移动时武器命中率下降，设计时就决定靠数量进行弥补。因此，这把枪的核心用途是靠高射速制造弹幕，并且即便是在飞行形态中，也可以通过无线操控作为主武器使用的。但是，相对的单发光束威力较低，经常会出现差那么点伤害的情况。在前期地球势力战斗力不强，天人众人都在快乐虐菜时，这点倒不明显。但是到了第一季故事的中盘，各种伪炉量产机被送上战场时，这个问题就非常致命了。除此之外，主天使的手部还可以搭载基恩导弹发射器，虽然名字里写着基恩，但实际上使用的却是装药式实体弹头，和基恩粒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作为天人经典的通用装备之一，除了主天使之外，在正义女神高达 F 型等机体上也能看到。从构造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将3组导弹发射器打包安装，每组中都装填有3发导弹。因此，当主天使双手同时安装时，它可以快速倾泻出18发导弹的火力。不过，在主天使参战的各类游戏中，这款武装显然是严重超载了，其发射出的弹幕怎么看都不像是只有18发而已的样子。另外，无论是光束冲锋枪还是导弹发射器，都拥有分离式的握把，在不经由双手握持使用时，可以利用这个握把进行遥控操纵。而主天使真正的灵魂武装，实际上是其左手搭载的基恩盾牌。考虑到主天使的作战风格，这面盾牌的尺寸较小，不过防御仅仅只是它的表象而已，其尖端可以展开成为尖锐的爪钳，不光可以作为近战武器撕裂目标，在抓住敌方 MS 时，盾牌中心还会射出一根刺针，以此贯穿目标，给予追加伤害，并且和能天使的基恩剑一样，这根针也同样可以用于对抗基恩立场。这面貌似不起眼的盾牌，实际上才是主天使最有特色的武器。只是对于其有着双重人格驾驶员的来说，大部分时间在线的阿雷路亚作为常识人形态，并不是很常用主天使投入近战，因此这面盾牌也好，主天使搭载的光束军刀也罢，都没有太多使用场景。只有当作为战斗狂的第二人格阿里路亚抢到身体控制权时，这些近战武器才能发挥其真正价值。除了以上常规装备外，主天使还有着丰富的可选装备，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变形后安装于尾部的大型武装货柜，这是其前身战车女神也使用过的武装。只不过主天使由于本身变身结构的问题，对接上这个武器货柜以后，从下方看就像是用双腿夹住一般，呈现出一种相当喜感的姿势。货柜本身的内容物可以高度克制化，
根据任务需求不同，装填对 MS 用的基恩导弹，或者执行轰炸任务的对地凝固汽油弹，并且作为一次性的日抛型武装，一旦清空携带的弹药，就可以直接原地丢弃，搞不好还能随机砸到一个倒霉蛋，并且为了避免被敌人回收，以此解析出天人的独有技术。这些通用装备还特意与高达及其专用装备进行了技术隔离，所以才能安心丢弃。另外，这个货柜由于本身的尺寸和重量，还被天人的诸位开发出了一些奇怪的用法。比如当力天使需要进行超远距离狙击时，会把它对接在身后，帮忙找一找仰角。因此严格来说，这种装备4台高达都可以使用。不过显然主天使与其象性是最好的，因此在主天使的后继机堕天使以及妖天使身上，这样的武装货柜在经过改良后，成为了标配武装方案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主天使也有自己的决战式样，主要是在尾部加装了额外的推进器组件，并在尾翼上追加了2门基恩加农，这大概也是主天使诸多武器中威力最大的一款了。不过只看这个武装列表，应该就不难发现，在天人的4台高达中，主天使其实是最不起眼的那个。能天使有魄力十足的近战，力天使可以远距离狙击，德天使更是有着夸张的火力。相比之下，只会变形的主天使似乎有些过于朴素了，因此在动画内的大部分时间中，主天使都主要负责一些脏活累活，大部分组队出击时，他都会与德天使搭档出击，作为前卫迟滞敌人，最后由德天使的巨大火力解决战斗。虽然名义上2台机体是互补彼此弱点的，主天使机动性强大，可以帮助德天使吸引火力，处理他不擅长的高机动敌人，但动画中的实际表现，由于战斗画面的时长所限，往往只能看到主天使四处乱飞，最后德天使一锤定音，显得主天使像是那个上班摸鱼的团队混子。不过在故事的中盘，主天使还是迎来了自己的机生巅峰，以半身被毁的姿态对阵基恩 X。 个人觉得这段战斗要比能天使大战那只金色螃蟹还要帅气些，只可惜这也是主天使最后的高光了。最终大破的主天使被国联军捕获，留下了一张被一群铁人包围进行捆绑 play 的画面。虽然天人回收了他的太阳炉，但其本体被带回地球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解体分析，为之后诸如先驱师在内的大量地球量产机提供了技术支持。某种意义上是天人第3世代的4台高达中下场最为惨烈的那个。有着变形能力，主打一击脱离，最终死无全尸，或许他才是系列前作中某台主角机的精神继承人才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凡事都怕对比，看看他的继承者在第2季中沦为基恩电池与基恩计程车的样子，相比之下，主天使的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的。由于这样的结局，主天使自然也是没机会像能天使和力天使一样猛猛推出各种修复型了。但即便如此，他其实还有一个相对没那么出名的衍生型号，那就是通过追加装备换装而成的阵风型主天使。这套装备的核心思路是在进一步强化主天使机动性的同时，令其得到超远距离炮击能力，以此进一步扩大其运用范围。最终完成后，主天使甚至拥有了单机脱离大气层以及单机突入大气层的能力，令整个地球的天空都成了它的主场。追加部件方面主要分为4个区块，首先是变形后的机手单元，尺寸上要比原版长出不少，其中搭载了更多与力天使规格类似的高性能传感器，用来辅助主天使得到的新装备。之后是全新的群甲推进单元，内含4个基恩推进喷口，设计上同样采用了类似力天使后群甲的设计，而取代原本威力捉急的光束冲锋枪。主天使换上了全新的长射程基恩加农，光看其尺寸和口径就能发现，这是一款主打在不安定的大气圈内进行超远距离射击的武器。为了确保命中率，才安装了上面提到的大量传感器。最后就是主天使的腿部，新追加了2组造型会让人联想到火箭的大型基恩推进单元。在全部装备安装完毕后，主天使便得到了在西历2307年时高达型机体可以实现的最高推力，并且在设计这套装备时积累的经验之后也被沿用了主天使的后继人身上。无论是堕天使还是妖天使，都能看到这套装备的影子。那么在天人的众高达之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台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